不能洗头，不能用普通的 shower 冲凉，不能出门，不能喝白开水，不能搬重的东西，不能吃生冷的东西，不能喝冷饮，不能光脚。嗨，大家好，我是 Lin， 我是住在纽西兰的马来西亚人，目前在坐月子当中，是第2周。今天想要来和大家分享我在纽西兰这边坐月子的一个经验。这一胎是我的第2胎，第1胎我的大女儿也是在纽西兰这边生，和我在纽西兰这边坐月子的。那时候是2022年，就纽西兰不像马来西亚，你生产完你可以到家附近的月子中心，或者请个住家月嫂到你的家帮你坐月子。2022年我第1胎嘛，那时候我就有上网找，我在纽西兰找不到有任何的月子中心可以让你进去居住那1个月。我唯一找到的就是在奥克兰北岸，它有送月子餐的服务，就是每天早上还会把一整天的月子餐送到你家门口。我记得当时给我的价格是包括1天里面有午餐，然后价格那时候是2022年，大约是6000块纽币。然后过后我就觉得可能因为是我第1胎嘛，那时候就会比较紧张，就是会想找保姆式的月嫂，还可以帮忙我照顾宝宝，或者教我怎样照顾宝宝。所以那时候我就找了来我家的帮我坐月子的月嫂，她是按小时计算的，1小时那时候我也忘了，但去年我朋友坐月子，他就有说现在的价格是29纽币1小时。那个月嫂会来你家工作，就每一天来8个小时，不像马来西亚是住在你家28天的，但在纽西兰这边是按小时计算的，一天只有8个小时。然后那时候2022年我的那个月嫂是周日天，他是不工作的，所以他只工作1到6，每天8个小时，所以那个形式跟马来西亚就有点不一样。但这是第2胎，我很感激我的妈妈能过来帮我坐月，她是我的金牌月嫂，她在马来西亚有坐月嫂的经验，也有在新加坡上过课，所以这次有妈妈在，我真的整个放心很多。因为是我妈妈帮我坐月子嘛，所以这一次我做的是比较传统马来西亚 style 的月子，我就觉得习俗会比较多，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可能可以来对比一下。我觉得需要注意的事项是蛮多的，好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第一样就是不能洗头，就28天不能洗头，这个我觉得有点夸张，幸好我妈妈也没有那么严，她也让我洗了。然后是不能用白开水，就普通的 shower 冲凉，给大家介绍这种。上次回马来西亚我就带很多这种一包包的，好像药草的水吧，就用它洗头跟洗澡。我觉得它嗅起来就很像我们的那个龙眼水的那个糖水，就还可以接受。就每天妈妈包了这个给我，就用它来洗澡和洗头，但我不会每天洗头啊，可能1个星期洗1次，因为我也没出门嘛。所以第2个的禁忌就是这28天内不能出门。但再是我第2周，我已经出门1-2次了吧，带宝宝去看医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能喝白开水，就每天晚上我妈妈会煮很多红枣水给我，所以一整天我只喝那温的红枣水，就没喝白开水。然后另外一个注意事项是你不能搬重的东西，不能吃生冷的东西，还有不能光脚。就我觉得它的整个的重点是，就你不能冷到，就需要注意保暖，所以就一直有喝温的红枣水啊，你就不能吃冷的食物啊，不能喝冷饮啊，还有一定要注意保暖。然后每一天就28天内，我们都有喝很多那个汤汤水水的东西嘛。上一次回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妈就有让我带这种1盒盒的这种药材回来，总共我买了整个配套是28天的，就每一天还有不同的汤，然后里面就有独立包装的药材，我觉得很方便，就买了这个，从马来西亚买回来的。每天我妈就会按照这个包那种月子汤给我喝。我觉得这些注意事项可能是以前没有像现在这样方便，好像你洗头可能会怕你感冒或者进风之类的，但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吹风筒什么，我觉得只要你注意保暖，就应该没多大的问题。坐月子是华人传统文化的产后修复，是妈妈的生产后的1个月
专门休养身体的特殊时期，主要是能帮助妈妈修复身体，好好休息，同时也能改善体质。通常坐月子我们会做个28天，但如果妈妈身体特别虚弱或者是开刀生产，能额外再加14天，所以总共是做满42天。在坐月子期间，食材通常会用姜跟醋来调理食物。药材的话，通常会用到枸杞和当归来准备你的月子汤。然后这段坐月子期间，妈妈也应该多吃一点温性的食物，避免一些生冷的食物。来分享目前的情况，现在是第2周，第1周的时候就比较混乱，因为要重新适应新生儿的生活。第1周饮食就会比较清淡，不能吃太油腻，因为我想母乳喂我的宝宝，如果吃太油腻的话，可能会塞奶，这个要注意。所以第1周的时候，我妈妈煮的比较清淡。目前我第2周可以吃的比较好了，因为开始下奶了嘛。第2周就我妈有煮很多黄酒鸡，还有我最爱的猪脚醋。第1周的时候，因为我宝宝的体重有下降到18%，就我的意外就是说可能要注意了，就可能我的奶水不够宝宝，所以他的体重下得太多了。在目前第2周，昨天刚刚测了他的体重，开始有涨了，所以就证明我的奶可能开始足够他喝了。所以这1周我妈妈就有开始煮比较丰富的，像黄酒鸡或者猪脚醋，像这些比较重口味的可能就比较补吧。我也不太敢吃太油腻的肉，因为也是怕会塞奶。但第2周目前还属于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蛮乖的吧，就每天就有用那个药草来洗澡，然后只洗了2次头。现在就看这1周我的奶量情况如何，因为蜜外跟我说 suppose 在第2周的时候宝宝就应该要恢复到他生产时的体重，但我的女儿就下降了比较多，所以我真的还在一直要追她的体重上来。那就我们看看第3周的时候她的体重如何。目前第2周我就觉得我每天都吃很好，你看我就发福了很多。我觉得坐月子可能比起你整个孕期更容易发福吧，因为一直有人端吃的喝的给你，每天都吃很多喝很多，汤汤水水很多。在饮食方面刚才有说嘛，你不能吃生冷的东西，需要吃一些温热的东西。我有发现到菜肴里面也是有很多姜，然后我最爱的早餐就是那个黄酒姜米线，就吃这些比较软味的食物。说到姜，我第1周的时候吃姜吃的比较少，因为我宝宝有黄疸，所以要等他退黄过后才能吃比较多的姜。所以如果你宝宝有黄疸的话，你要注意你姜的那个用量。嗨，大家，那么快来到了第3周，今天我们有小嘉宾跟我一起。这1周一样，我每天吃很饱，喝很满。谢谢我的金牌月嫂，我的妈妈，每天准备不止3餐给我，然后我喝的都是红枣水。我妈妈还会帮我照顾宝宝，帮宝宝洗澡等等，让我可以好好休息。我觉得这周我的气色好了很多，体力也恢复的差不多了，是不是？你想和大家来推荐我觉得有效帮助我下奶的产品。第一个就是我吃的那个 Fenugreek， 我有这2个不同的牌子，一个是我的朋友给我的，所以我就早晚交替着吃。另外一款是喝的 Lactation Drink， 我喝的是这个牌子 Mama's Milk Bar， 我觉得很有效。我买的是椰子口味，我买大罐的，然后它里面是这种铁的，我觉得很有质量。这个它冲出来真的很香，它是写说200 ml 放1茶匙，但我的是2茶匙来放，我喜欢喝浓的，喜欢搞的味道。它有那个椰香味，然后它是写说椰子有那个好的 MCT 一种油脂，所以可以帮助宝宝更加饱，可以睡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另外黑五的时候我还追加了好几罐给大家看看，都是我自费买的。我买了3小罐，因为大罐的已经卖完了，我怕缺货，所以小罐的我也 OK。然后还另外买了这个做 brownie 粉的，
他们跟这个 Fix and Four 是你本地出名的花生酱品牌合作，所以我就买了一包来试试看。这里也要和妈妈们说，如果你尝试了很多方法，已经尽力了，但是奶量还不下来的话，我觉得喝奶粉也没什么不好的，千万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所谓 Happy Mom Happy Kid， 对吗？下周就是第4周了，第4周就可以给他吃奶嘴了，我有点迫不及待。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你想亲喂的话，建议等宝宝4到6周过后才给他们奶嘴，因为担心你过早给他们奶嘴的话，会造成 nipple confusion 的问题。我第1胎大女儿就有这个问题，那时候她就拒绝直接 latching， 所以我必须要 pump 出来，所以这1胎我就想比较谨慎一点，要等到4周过后才给宝宝奶嘴。嗨，大家来到最后1周啦！今天宝宝终于满月了，现在宝宝是4周多，我终于出月子啦！好像 COVID 解封一样，我还以为出了月子就不用那个药草的水来洗澡。那你知道我妈妈说那个药草的水最好冲满40天，所以我只好再忍耐多几天。在马来西亚，通常宝宝满月的时候，华人的传统是会帮宝宝举办一个小小的 party， 我们叫满月酒。在满月酒上，你就会向你的亲朋戚友介绍你的宝宝，然后同时间也会准备传统食物当礼品给宾客们带回家。传统食物包括红鸡蛋、昂菇龟、油饭，或者我最爱的猪脚醋等等，让宾客们带回家，它就象征着一种祝福。但在纽西兰这边我就没准备，满月的时候我妈妈就准备了猪肚汤，还有我最爱的猪脚醋，我们就简简单单的过了。在纽西兰这边，我也是有看到有些马来西亚的商家，他会推出满月的礼盒。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搜索，就可以找得到。这里也要提一提，在纽西兰这边，从我在医院生产出院过后，每1周我的 midwife 都会来家访，来看看我伤口的情况，也帮宝宝量体重，看下宝宝发展的如何。midwife 的家访会持续到宝宝6周，现在宝宝4周 Plum Kit 也做了第1次的家访。Plum Kit 是 Healthcare 的另外一个系统，接下来就会到Plum Kit 的诊所去会诊。我觉得家访真的很人性化，因为这样子你就不用带着新生宝宝手忙脚乱的出门，就对妈妈来说方便很多。那这期坐月子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有更了解坐月子的一些习俗和马来西亚华人坐月子的一些传统习惯。如果有哪位大老板想来纽西兰投资的话，我觉得不妨考虑开月子中心，因为奥克兰这边有很多华人，我也相信有很多准妈妈们很需要这项服务。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B B 讲 Thank you。